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间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憎的人，最暖的伴。哇，怎样啊？全身跟我家干掉。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问你哦，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平常讲话很机车，嘴巴上嫌你很烦，但转头就帮你查资料、订便当，默默的照顾你？就像黄小琥的歌，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我最近发现我生活中也有一个这样默默陪伴的存在，居然是一个学英文的 App， 叫做 Speak。我最近在想，未来有没有机会访谈外国朋友？每次一想到，还是觉得蛮紧张的。特别是像我这种大 I 人，尤其是开口讲英文的时候，总是担心自己会讲错、被笑，或是讲两句就不知道要接什么话题，超容易冷场。我觉得 Speak 适合我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那种要求你背单字、看课本的学习方式，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坦白说就是不适合我，而是透过超自然的对话情境陪你练习，像是点餐、过海关，或甚至怎么用英文吵架，扮演公主刁难仆人，边玩边讲英文，真的很舒压。我最喜欢的是，在每次对话结束后，它不只会指出我哪里讲的卡，还会直接帮我找出更自然的说法。像我之前说了一句不太顺的英文，他就立刻帮我改一个更贴近母语者说法的句子，还安排练习课程让我再熟悉一次。这种完全针对我的弱点设计的感觉，真的很像1对1的贴心家教，但比真人家教还不紧张，还能随时练随时停。我觉得他真正做到了用最轻松自然的方式，协助我把脑袋里想表达的意思，用最合适优雅的英文说出来。我们都知道练英文口说并不容易，但是有一个不会催你、不会批评你的伙伴，真的差很多。如果你想要开始说英文，但又怕尴尬或不知道怎么开始，真的可以试试看 Speak。资讯栏有连结，现在订阅还有年费会员的299听众专属优惠哦。本集节目由 Speak 赞助播出。胡姐，我们没有开场，我们就会直接就开始了。对啊，哎呀，变垃圾了啦，嘎气了，嘎气了。你从小的个性就是这么阿莎里吗？都没累垃圾吗？我是阿萨里吗？阿莎里是吗？是，你没尴尬吗？我不尴尬，就是外表是这样对，但是内心也有很多时间也是小鹿乱撞哦，只是盯住而已，也有可能是脑筋动得比较快吧。第一个是双子啊，对，脑筋动很快。如果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是天机作命。那什么意思？就是很会想，会想，对，这动得很快，对，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所以就很直接，就像我刚刚你要做什么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样，个气了。在你还没有变成姐之前，会有人觉得你很白目吗？你说姐还没变姐，对啊，还没变成姐，你后来变成姐嘛，变成胡姐嘛。但在你还没变成姐之前，本来是虎妹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你说年轻妹的时候，对啊，会不会有人说啊，你恭维那给你弄没得想啊，还是什么的？那也要问那些人呢，你要问我的同学，那个同学，对啊，或者是小时候的玩伴呢，你自己没？应该是这样，应该会吧？因为我来自高雄，对，淳朴的高雄，淳朴吗？对，高雄，我觉得高雄还蛮淳朴啊，不淳朴吗？一起刚刚就猴杂呗，没有，因为这跟我的成长那个背景有关系，因为我是在很久以前的高雄市政府后面，对，然后那边还没有整顿的时候，就是赌场、妓女户、流氓窟，你可以想象8大行业都在那边。OK， 然后卖那种不堪入眼的杂志啦，然后那个看要不要把那底下背啊，然后摇头丸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有摇头丸，所以你什么丸都有啊，什么丸所以你小时候其实是在一个相对龙蛇混杂的地方，对，可以这样。那是盐城区吗？对，盐城区啊，现在盐城区看起来很文青对啊，非常文青。对，我回去我就觉得说，你就小时候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对，所以你看多了嘛，
对，就是从我懂事，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在那种你刚刚讲说什么龙蛇混杂的地方，因为我们在那边做小生意嘛。对，我爸妈就是卖早点的，卖豆浆嘛，然后三明治之类的。那从小就开始会看人，就是已经习惯。然后以前是小时候是做生意嘛，然后到后来自己就是从高雄的酒店开始唱歌，也是龙蛇混杂的地方。那你要耳听怎么样？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对，因为有一个怎么样，然后我就可能刚开始还没有那个枪了。刚开始就是如果有人要进来打架的话，就是随便，比如说像桌上的玻璃杯啦，或者是烟灰缸啊，然后他们很多那种流氓级的，然后他如果要砸你的店，他刚刚我没有在台上唱歌，你都傻傻的在那边，你知道，那就被 K 到了。对啊，就会被 K 到，然后就有的居然很快，那进来再出去真的是2分钟的事情。而且以前的那个烟灰缸是很厚的那，对，重的那，对，K 到会，K 到会流血的那，对，没错。所以你有上台唱歌，一看就是往后闪这样，什么往后闪？我直接躲在那个看能躲的地方，钢琴下面或者是音箱旁边呢。你会害怕吗？那谁不会害怕？我以为你没压力我用呢，不啦。讲到这种，我的选功力就冷静没吗？没有。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其实应该是讲说，因为以前可能在那个环境，你看多了，所以你不知道怕啊。不知道怕，因为那个环境就这样啊。对，你知道吗？只是说后来离开了以后，对，然后到了台北，又是另外一个，就好像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好像觉得这边的街景啊，然后商店啊，就跟我平常去的地方不太一样，就觉得然后另外一个世界这样。然后到了台北才发现原来台北的这个夜生活是这样，那毕竟跟南部的还是不一样。但是我父母亲是很中规中矩做生意的人。对，那你是混啊？就是我没有混不是，就是说工作的地方也没有混啊，只是说就在那种地方生活啦。对啊，对我看很多啦，就是一般的，就是以前那种路边摊的商家啦，或者是流氓啦，或者是角头啦，或者是妓女户里面的员工啦，对，真的很多，真的。我想，我先来聊聊我第一次我看到你的那个邀请函，不是邀请函，就是你写信 email， 对我的感受好。不少，好紧张哦。不会啦，就是我先喝一口，第一个我不会喝啦，而且我有酒精不耐症，人家是乳糖，对，我是酒精，对，然后我说了，人家不相信，因为你看起来就很会喝的样子，对我超级会喝，然后重点是我跟人家解释，人家还觉得说我在 gay 掰，我在演，对，然后是后来真的是去验血，那个报告出来说酒精不耐症，难怪以前我喝酒就是身体会不舒服。那你说我都没有就滴酒不沾嘛？不可能嘛，因为以前在 pub 唱那么久，对，你知道吗？但是那种很浓烈的那种浓烈酒，我真的没办法吞。我觉得 whisky 对我来说是非常辣的东西，吞不下去。对，那如果像那种有气泡的那种香槟呢 ，OK 但是我一杯香槟我可以混1个晚上。它上来的快，但是也退得快，我就喜欢这样子对，我一杯可以混1个晚上，但是我怎么样跟人家解释，就是没人会相信，没有人相信。然后后来我也懒得解释了，对，因为以前在 pub 唱太久，所以我常常看到女生就是因为酒这件事情就发生很多事情，对，所以我就其实有点排斥，坦白讲有点排斥酒，对我在别的节目我懒得解释，对，但是大家都以为小虎姐会喝，因为看起来就杀气看起来对，看起来，所以我觉得我被这个看起来是3个字，对，害得很惨，看起来，对，因为你酒杀亏，以前还会被人家看起来怎么样，会觉得很不舒服。第一个就看起来会喝嘛，对，然后看起来其实我很
阿萨里吗？对，事实上我一点都没有阿萨里啊。我记得我也不想别人对我阿萨里，对。然后看状况了。那你觉得你被人家说看起来怎么样，然后你后来是都不想要解释的？对，冰端就太多了，太多了也没有太多，只是说比较明显的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啊。OK 为什么要一直针对喝酒？不知道啊，啊，我知道，是不是以前你们去那个像那种 Easy Vibe 那种地方唱歌 Live House，然后就会有人请你们喝酒，或者是也没有啦。没有吧客人去那边喝酒，他们对酒钱是非常在意的。哦是吗？不会请台上加给喝酒？对啊，一早期啦，那个早期，对，以前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酒店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大爷来嘛，然后他就会比如说塞一个那个，比如说杯子是这样，对吧？然后呢，他下面就在垫，还有一个盘子，然后他就会垫小费在上面，然后就放着一杯酒，然后这样端上来，这样。重点是在那个钱，小费根本就不是在那杯酒。OK， 那乐手通常都会很爱喝嘛，但也不是每一个人啊，对，不是每一个人，对，不是每一个，对。譬如说谁比较爱？那你毕竟你要站在前面，你要去类似像主持兼唱歌嘛，兼表演嘛，所以你就谢谢这位大哥啊什么的啊。好，那酒，哎呦对不起，那酒我们就给我们 keyboard 手，给我们钢琴老师，对，或者吉他手，或者贝斯手 whatever，那钱我们就收。那当然私底下我们是要平分的啦。对啦，私底下是要平分的，只是说就是那个 image。我有看那个你上沈春华 live show 的时候，然后你有讲到一段，就是人家会垫小费给你，然后之前都垫那个国父，就是红色，国父是多少钱？有100块哦，他讲100块，后盖爱用青色青色的，还敢第十张不是，我想起来，在 Easy Five 的时候呢，其实在唱 pop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不流行小费了。OK， 对，但是偶尔还是会碰到。碰到的时候，然后就你那时候就会收到那种红色的嘛。然后我想说，这样啊，好不好？这位帅哥，你给我2张啊，我再回送你2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光临。谢谢。对，那下次呢就拿青色的，然后最少要20张，是这样子。是这样。但是我真的曾经有为了一首歌，我真的拿到20张青色，真的？哪一首歌？一首台语歌。哇，拿到20张，20张对，哇塞，我自己都吓一跳。是你唱个修好啊呢？你就是因为你点到他的就是爽处嘛，然后是他点还是你本来唱的？No， 他点我唱，刚好我会唱开心了，他开心。然后但是我就不知道他就是他旁边带那个到底是小三还是他老婆，我也不晓得。所以如果现在真的，如果是现在呢？你俩松嘎的啦，我讲到这个笑，真的。现在如果有人说小姐，姑姐，我们以前都常去那个哪个地方去听你唱歌。我说是哦，那是去约会的吗？还是带小三去的？这个我懂，因为我们以前开餐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客人每一次来都带不一样的人。结果到有一次，他居然带他的老婆小孩一起来，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是不是而且我们超有职业道德的。后来他还带他爸妈来，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我们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认识他所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有来巴结你们吗？没有，他也算巴结。可是我们很有职业道德，他每一次带不同的女生来，因为我们这栋设计导览，他会让他们开心嘛。对。我每一次都重新导览一次，对，就假装他每一次都第一次来，对，不巧，就把超到位，把写最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啊，这个你要，我不管说对象是谁，这个是回到我有人问我说，那小姐，那你一首歌，比如说像不只是朋友，我的成名曲，然后已经也唱了那么多年，对，那会不会厌烦？对，会不会唱到油掉啊？对，我就说。我都警惕自己，就算他是我的成名曲，就算他已经50年没有了，40年，40年，我都不可以油掉，对，因为有可能今天唱的是有史以来是有歌迷第一次听我唱 live 的哇，你都是这样警惕你自己这个很难呢，这超难的因为我看到别人
游掉了啊、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没有真的。然后我发现，哎，不行，这样不行。那你会不会听到有一些人的故事的时候，然后你再重新唱这首歌，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Of course， 一定会啊！只是说，当我自己在台上唱的时候，其实我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点。比如说，今天是这个故事啊，明天是那个故事，或者说我把它用音乐的方式来变奏一下，让自己不要觉得不耐烦、厌倦，就是找方法去让演唱这些成名曲或者是老歌的时候，让它有一种新鲜感。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在媒体，其实你只要听完你去很多节目的专访，就大概可以理解说，你是一个从小在龙蛇混杂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有没有影响你后来在唱歌的心境？当然有啊。那是什么影响？你觉得？什么影响？形容一下，就是内心的转折，就是坚持该坚持的。比如说我对唱歌很坚持，那该放下的也要放下，活在当下。我可能在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20年前我就觉得，对，真的人要活在当下，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对，我会告诉自己。所以当我后来没那么简单，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这首歌之后，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活在这个当下。所以那时候是到处跑，全世界，跑透透这样子。但是到现在发现，好了，可以到一个段落，因为不能再这样跑。可是放下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没有觉得很容易啊。那放下是放下什么呢？放下纠结吧，放下那个过不去的吧，放下那个不好的能量。你觉得你常常最纠结的点，通常会是在什么事情？纠结，其实我觉得现在以前真的是朗朗赫了。其实我以前比较不会，就像那个谁婷婷说的，其实我看起来很阿莎莉，就是过了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好啦，青菜，人无代志就好啊，就是这样。你7年前，你大概从现在算是重新出来唱歌，但你自己在前面的访问讲到，你6、7年前有一段时间过得很不好，然后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整理自己。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好。在讲这段之前呢，我先喝个水。讲到正题吧，别靠背题。给卫生纸啊，先准备一卫生纸。我跟你讲，没啦，我来讲，这就公平。不要给我切切来。我每次听你的歌都会哭。这个给你，我放在这里。我们每次都被你的歌弄哭。对，真的吗？真的。这个7年前呢，是对，它是我人生的转捩点。那19年的时候，我就刚好来到一个感情的一个康涨。其实18年就开始了，但是我那时候知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反正就是到了19年就爆发，好，那就知道我不喜欢勉强，然后我也不想勉强别人，我也不喜欢被勉强啊，所以那就好分这样子。问题是，在我疗伤还没有疗完之前，我的经纪人又离开。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因为我们没有吵架。”为什么离开？然后他给我的答复就是那种我们跟他没差不多啦，双鱼座啊，我讲跟他不讲的。对啊，反正他一定会有他的说法。OK， 好，那我也尊重。所以这2件事情加起来，所以促使我要休息。然后那段时间刚好疫情，然后我就在想说，哇，这个 timing 也太刚好了吧！我刚好就是跑到已经身体都出状况了，刚好疫情这个时间我要休息，这样我就休息，然后去
调整自己啊，一样啊，就是恐慌啊、忧郁啊、焦虑本来就有的，更严重的就是恐慌来这样。那但是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碰到。以前你说，以前再年轻的时候有啊，也是失恋啊，然后工作不顺啊，我也觉得，哎，为什么自己唱的不错，为什么我的成绩只有这样？然后卡在那边，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到底人家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有的好像认识，然后又你知道，就卡在那边，会觉得就一直会质疑自己不上不下的样子。对，其实一开始进演艺圈，其实本来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的。然后我以为是只有我这样，后来在演艺圈比较久，然后碰到一些新人怎么讲？他们问我的问题，我才赫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会，你知道，就是进来这个圈子当歌手啦，因为他们有时候有的人他不是每个人一进来就一炮而红，你知道，就是也不是每个人一进来就是走得很顺遂，不是，所以在那种会碰到一些，我觉得他也唱得不错，但是他的运气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多多少少会碰到像这样的歌手，我都会鼓励他们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也才发现其实不是我要适应，其实大家都一样。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疫情，那现在是25，对，其实我很清楚我要休息，不管各方面，比如说可能我的 career wise， 或者是精神上的，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我觉得都应该要有一个整理的。对，刚好到这个岁数，很开心我有这段时间的休息，然后我自己去找到自己该如何让自己自在的方式。那我也很庆幸我还可以唱，那我也从以前的一些自己的唱片也好，或者是 YouTube 或者一些媒体上面去知道我以前的一些作品也好，节目也好或者是 entertain， 就是当一个 entertainer，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是不错的。所以你在当时其实是，譬如说亲近的人离开你了，男朋友、经纪人，对你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所以那个是里外都没有了，就是都空的，都走光了，的，对，没有支撑。你会在那个时候你是非常怀疑自己的吗？当然。你每天会问你自己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甚至我女儿也问我说你跟我经纪人为什么我不想再回头，或者是打个电话或者是怎样？我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没炸的人是我我们没有争吵他就没有联络了，就这样子，就没有联络了，就真的这样子，哇，一刀切就结束了。但其实照理说，之前的合作的经验应该也是很好的啊，应该是对啊，很成功的。对啊，就以商业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某个层面已经是算家人了。对啊，没有任何的征兆，没有。那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有问过了，他就给我个说法嘛。对，那因为我对这个了解，我就觉得说这是你的说法，我心里想说 what the fuck， 好吧，那就不要就这样，是，就真正问出一个答案也不见得怎么样嘛。我觉得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那就 let it be，let it be，那我就 move on。但其实这个 move on 的过程不是这么的容易。对，我那个疫情那2-3年，我要去接收一个3亿的房子，哪3亿？回忆、追忆加失忆。救命啊！这什么东西？所以你说你觉得这栋很大，我是地坪150坪，但是我有3层楼，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很舒服。
你们是2个人，对，我是1个人。哇，一个人住在一个地坪150平的地方，然后3层楼3层楼，很可怕哎、我靠，那超恐怖的。这可以打几场篮球？真的，我的花园可以打羽毛球。我某一位朋友来家里，你这边可以打羽毛球耶。这听起来很傻逼戏耶。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景，他说：“你这里也可以打高尔夫球哎。”打高尔夫球框。对 ，anyway， 3亿的房子，回忆追忆加10亿，因为那个房子是我想要退休用，装修的部分没有上限。反正所有加起来，人家说8国联军，我应该有10个国家吧。各种欧洲的材料都搬过来，从欧洲或者是这是各地 very international。对，听起来是很好，对不对？好，那问题是我需要维修的时候怎么办？没有开一些黑呢，找不到人修。对，我家有大概7、8颗马达吧，它就只是抽水马达，抽水马达7、8颗。为什么要用到7、8颗？因为有冷水、热水，然后雨水，然后但是还真奇怪，就是因为我家的马达不是只有马达，是还有变压器。OK，对，所以他是把我整栋当工厂在盖，所以我接收的是一个工厂，450平哎，差不多工厂可以了吧？但一个人住在一个450平这么大的宅院里面，晚上灯关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很空旷吗？你是要问空旷吗？对啊，我是说，你是要问空旷吗？这问题有水准吗？因为对我来说，不要吵架，不要。对我来说，我们常常吵架。我很喜欢待在那种很小的地方，然后很封闭的感觉的地方。你有感觉寂寞吗？打开戏啊，对，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哇，那个觉得我是住这么大干嘛？因为以前前男友他很大只啊，对，194公分，哇靠，他是真的对，高，什么东西都是定做的，都大的，对，床、沙发、镜子都要挂高一点，对，柜子也是定超级高的那种，是的，车子还不能太小，对，那因为那个 size， 那个 size， 这个是哪？德国香肠的 size 是了，他为了这件事情不爽，所以后来我不晓得，就是真的是 life goes on，life goes on。我现在经历了这几年的休息，然后再回想，我更早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些低潮，比如说我快30岁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低潮。然后现在就是前几年就大概也是快60的时候，反正大家可以 Google 就知道我几岁了嘛，无所谓。有的人他是没有经验嘛，你第一次当妈妈，你第一次怀孕，你第一个他的替帮刚开始第一个一定听啊，对不？对，没有。那但是你第二次，想说，好像我这一次的那个低潮跟上次的不太一样，这次我真是多了个恐慌这样。你有觉得你30岁的低潮跟60岁的低潮，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吗？譬如说，你可能在追求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跟快要60岁的时候，那个你在追求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对，一定不一样。一个是你可能还没有出名，然后还正在想要冲事业的时候，一个是你的事业已经冲到一个程度了，结果你的亲密的人都离开你。对，不一样。你的问题是想要我说的不一样的，对啊，或者是自己的感觉。年轻的那一个呢，会痛，但是就哭一哭嘛，就好。然后就突然间有个契机出来，那就去工作，然后工作又开始我又可以有舞台，然后然后就开始又有新的一个就展开另一段新的生活这样。那这次是觉得之前的生活也都觉得不错啊，然后自己终于可以名扬世界，对不对？也觉得那功成名就这样，
虽然没有什么奖项，但是我觉得自我的这个自己觉得我还蛮有成就感。绝对是。但怎么会突然间全部没有呢？所以我就开始寻找什么，就是可能从占星啊，那可能从命理啊去找答案。本来是找不到，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我觉得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时间对你来说，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可能很多问题你一开始没有得到解答，然后透过时间，你觉得时间对你来讲是最好的解药吗？是，但自己要努力哦。就还是要努力，但是还是需要时间。因为痛嘛，我割伤了，有个伤口，所以我要想办法让这个伤要让它痊愈，不是吗？这一个低潮，年纪也有了，所以我必须要去面对。OK 我的直伤什么髋关节，因为我们长期穿很高的鞋子，站在舞台上面，站在舞台上也好，或是工作各方面，因为我们一穿就是要有时候7、8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子。再来就是身体的部分，以前就是觉得就克谁，想说我年轻，我还年轻，然后后来那个经历就是更年期。那因为工作，因为要上台，因为要表演，所以我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声音在告诉我，你可能要注意了。比如说我曾经就是在 Vegas 表演，然后来个大雪崩，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个就是一般的惊奇这样子，然后殊不知，然后因为完全就是不晓得那个严重性，然后后来是要上台的时候，是助理说：“胡姐，你的裤子那边是怎么了？怎么一塌？怎么会看到有？你是月经吗？还是怎样？”然后要上台怎么办？还好有一个外套，风衣式的外套，直接风衣一披，然后先上台，把那个秀先结束，然后再回房间，因为那个是在饭店里面表演，然后回房间，然后才发现自己大雪崩。当天还就是把秀做完嘛，然后OK 好顺利没什么事，然后隔天还去逛outlet才发现自己我乃查到公公，流血过多，对，殊不知那一次，然后就更年期就没有了，就崩完之后就再也不流了。对，哇塞！所以每个人更年期的那个状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OK， 那个对，再过几年你就他可能还没有理解到这一块。对，在这个同时，我还要在工作，然后就不停的，你看到美国，然后一定要时差嘛，所以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年轻一辈的歌手，他们会在 social media 发布他们在哪里表演怎么样的吗？对，我真的会替他们鼓掌，因为我跑过，我知道那个辛苦。OK， 到处跑，对，到处，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要跑，但是那些都要体力，所以我也蛮庆幸休息那几年，我很努力的在疗愈自己，很努力的在找答案，很努力的在自己跟自己相处。你有找到答案吗？现在吗？有，所以我才会再次站出来。我们的胡想世界巡回演唱会，我觉得这7年这个很不容易耶，很不容易。其实这个过程可以想象，一定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有说你被你自己的歌声感动到。对，这样讲会不会太臭屁？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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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会。不是臭屁，我觉得很合理啊。对，很合理，很合理。可是那个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你听到一条歌，不是我感觉我唱叫好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个状况是一开始你被打趴了嘛，不管是亲情或者是从工作或者是爱情 whatever， 趴在那里，我身体没办法负荷，所以你要靠药物，然后就是要看医生嘛。看医生，然后他必须要有个疗程，然后就开始状况出来了。比如说那你要睡得好啊，然后每天我要吃什么啊，然后刚开始就有朋友在旁边关心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朋友也越来越少，然后发现我的问题
我还是要自己解决啊。我觉得某方面我也感谢，就是这个时代，因为我是从那种黑金刚手机啊，一边开车，然后一边接黑金刚手机，很大台，对对对，然后拿来卡人用的，没有，从来没有拿那个要卡人用的，那个就是真的是接 case，然后又要跑场，然后又要开车，然后也有可能是同时要干屌人，然后又要吵架，对，是从那个年代到这个年代，后来是当自己完全没有那个信心都丧失了以后，然后看到自己的 YouTube 跳出自己以前表演的影片，我也不知道是谁放的，然后自己看到自己，然后才发现，哇靠，那是我真的唱了袂歹呢，我唱到真正有够赞。我可以当唱跳歌手可以，而且呢，我的音不用修对，真的，我唱 live 我不用进录音室去调痛了，我来再搞，尴尬嘞，哦，感觉很好，感觉很好。然后是慢慢这样子，就是感谢这个 social media， 就慢慢这样子找到自己。但是我其实某个层面我也感谢，就是我自己可以找到这个，确实，你该感谢你自己。一直以来你喜欢你自己？以前不知道，以前没想过这个，以前没有想过这个，真的。OK， 某个层面以前被保护好在一个空间里，对，那每天就是知道哦 ，OK， 明天在哪里，后天在哪里，下个礼拜在哪里啊？明年会去哪里？然后后年会去哪里？啊，可能明年做专辑，然后后年要开演唱会，然后再后年再专辑，然后就这样都排好了，对。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没有，就当你忙起来的时候，对，就是想说，哦，那可能就生活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所以7年前你曾经不喜欢你自己，或者怀疑过你？不是说不喜欢，是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说，啊哪呢？你有问说啊，我有安怎吗？有啊，我是这下面代志，感情的部分我很清楚，后来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检讨，好，所以检讨完了，然后就 let it go， 就 let it be， 就 let it be 了，大家是朋友就好了。问题是因为它是连续发生，那个痛感比较重。一开始就是家里嘛，然后再来是工作，就偏偏刚好有一个疫情，就全部加在一起，对，一次来3重打击。我剩下准呢，当贼来。我后来也发现，我后来也终于理解为什么会当贼来。真的吗？对，真的吗？为什么？就透过命理啊，透过一些占星啊什么的，所以我就释怀。我觉得自己要释怀，然后要去找回自己，那我才能够 move on，才可以走得更稳了。现在有发现你自己有什么弱点吗？或者是弱点，或是你最容易在意的，或是你真正被打击到的时候，你发现可能都是哪一些事情？现在吗？对，现在我找不到好的工作伙伴，因为我不想再跟生个人的无放给赛有这种。这个形容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因为这是以前我阿嬷常在讲的。谁给这句话真的太好。那我们来写个春联好了。对，就是生个人的无放给赛，横批叫做起鸟气搞爆。我超爱这些台语的，我在想说英文怎么翻呢？这个超难。以前小时候我阿公都会跟我讲说，这人砍告雷残就抠我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什么？后来砍告雷残，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抠我几个？对，抠我几个？他说你抓一只狗去犁田，太可恶了，就是他可恶狗没办法勒残对吗？对，狗本来就不是做这个事情的，对，你逼他去犁勒残应该是牛，对啊，很像。然后我小时候听不懂嘛，但我长大觉得这些东西好有趣。像你刚刚讲那个谁给人家无放给赛，
哇，这个超赞的，我好久没听到这个了，但觉得这个重点是有横批，对，屎尿气嘎波的，起尿气搞养老鼠咬布袋，对，我笑死了。头老公了，对，头头公丢，你被你自己的歌声感动哦，没有，就就差不没啦，我们也被你的歌声感动啊，有但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合理的。因为是很少人能够把歌唱的那么有层次，谢谢这个太难，这个是谢谢，我常常会听你的歌，会想到说啊，这个人到底人生经历个多少事情，才有办法把歌唱出唱成这样。这种厚度、这种深度对啊，真的哦，哎呦，你搞播呢，我拍谁？啊？你也拍谁哦？咁哎，但是是真的啊，不是是真，欢喜的，开心的，嘿这是真，这是真的啊。我其实我跟你猜，对啊，这是真的啊，真心的想象啊，真的不然这些歌不可能打这么远，到全世界的华人都有办法听到说，哇，真的是太感动，这个事情是很难。你一张口就知道有没有。一张口就知道有没有，这也是我出来混基本款吧。嗯，可是出来混的基本款不太像，因为你唱歌是有到心，会走心的欸，是有唱到别人心。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唱啊，对，这很难啊。对，就像在讲话一样，所以我希望自己讲话是言之有物，然后讲到重点，不想废话太多，所以才会给人家一种什么阿萨里阿萨里灭绝其实那个灭绝师太，对，那个是就是讲话就是对不对？所以一开口就知道有没有，不然浪费大家时间。讲重点啊，可是认真说，你的人生的历程啊，故事也是一篇呢，不止一篇呢。所以我是说，一整个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哇，真高潮迭起啊！从离婚 colorful， ，colorful，OK，colorful，我们只能说丰富，对，丰富，还好是丰富的，所以他让我可以在音乐上面去把那个张力做大。你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你现在回想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说，它就云淡风轻，就是过去了，就好像你刚刚形容的，该放下的就是放下了。可是总是会有影响你最深的东西，就情这个字啊，情这个字，情，对，怎么说呢？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只要是情这个字，我就觉得哦，就拍溜的啊，就拍掉。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应对进退，那可能是我的个性，我不太喜欢，我很不喜欢欠人家人情，我也不喜欢人家把我当做是理所当然。比如说，我理所当然就是要给这么多，因为我可以；我理所当然就是要付这么多，因为我可以。我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对，所以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我是不是有这样对别人？这中间有夹一个珍惜或是心 appreciation， 你珍惜这一切世间一切的情。对，而且我也觉得最难的是这件事情，最难的是珍惜，不是情这个字。情这个字，你觉得难在哪儿呢？有时候你爱别人，但是那个人不见得爱你啊。那有时候你觉得你付出了我们所谓的100%，但是可能他觉得那有的人他对我他觉得他呵护有加，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么做，我没有要求你要对我呵护有加，或者你要如何对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just leave me alone。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情太多了，我反而会觉得那我也不知道，因为目前现在的状况我是这样，但是有可能有一天我又最近是春分嘛，对，那春分过了，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景象，我也不知道。你刚刚那个形容，我想问说，你觉得拍溜达的是别人还是你自己？都有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好溜达的人吗？某个层面我会现在啦，以前不会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越老越拍溜达？真的，可能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以前都比较不会有太多想法，反正就过日子嘛。以前是这样想，
那现在想说，不对，我现在都六十吧，timing 60了，我要为自己而活。我现在不为自己而活，我要什么时候才为自己而活？对所以开始我会去探讨价值这件事情。那价值你现在探讨，你现在可以大略的陈述，你觉得价值现在对你来说是什么吗？以前会觉得那家里就一定要就是女人嘛，阿弟的几岁就是要结婚，几岁就是要干嘛，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要的50岁，然后就会干嘛，然后的50几岁阿弟的更年期啊，来，那就60了，然后讲那你有结婚就有结婚，没有结婚就找个伴啊，对不对？然后你就是钱越多越好啊，然后就是要找一个，比如说如果有名的话，就富二代啊，或者是老娘怎样？今天我就是什么没有，我就是有钱啊，怎样？就是这些是一些世俗的价值，对 ，OK，但是对我来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只有这一些。我觉得慢慢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就再次出来这样子。那你觉得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我一定要唱啊！哦，我一定要唱。但是你觉得如果把歌唱割舍掉的话，黄小琥存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价值吗？有啊，那我就过我的生活啊，只是那个计划是我在我自己心里面。你觉得黄小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I'm a kind person。光善良，光是善良这2个字就不容易了。你要告诉自己，你不能羡慕、嫉妒、恨；要告诉自己，看到别人好，你要拍手。光不能羡慕、嫉妒、恨就很难。你觉得你所有的挣扎或者是怀疑，都是因为你想要坚持善良这个你内心最在意的价值吗？可以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很难啊，就是要做一个真的无所求，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对你来说，你所谓的情是什么？一样啊，无所求啊。比如说我爱一个人，那我就是把我有的就是给。以前的价值是说，那这样表示我爱这个人嘛？对，不管他是亲情、爱情、友情。但是当你给过之后，发现所以刚刚有提到appreciate， 那对方有没有 appreciate？ 那当对方没有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会失望？那目前现在的我不想去谈到这个谁给的多，谁给的少，或者是谁。我觉得一个人独处非常的自由。你觉得啊？你人生有遗憾吗？我人生有遗憾吗？有没有遗憾？我倒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我只想到说我要如何把每一天过得好。我没有去想说我这一生有遗憾，靠背还没有走完呢。而且我必须我每天 the time is ticking，你没有时间去享受有什么遗憾，所以我现在正在让自己 get together， 然后要来完成这个。你无论在亲情、友情、爱情上面，完全都是没有遗憾的。这个情上面有没有遗憾哦？那真的是要讲很久。但是对我来说，遗憾有用吗？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遗憾啊，是应该是说 realize。理解。对 ，realization。理解。我是怎样？是来上英文课吗？感谢，因为你讲英文的时间也蛮长的，所以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因为不是这个环境，不是，因为也有一段时间的啦，也有一段时间，只是有时候我语言对思考的时候会去用英文的，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对，现在重点是透过时间，然后 because move on right， 所以有时候会突然间realize，原来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应该怎么样，或者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那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遗憾，因为对我来说，过了就过了，就好像你说我们唱 live， 那个 timing 过了，是不是？对，
就是那个 moment，笑话没讲就不要讲了，对，或者是没到就比如说音响工程他出包了，对，或是我出包了，我落掉一段，就让他过了 ，OK， 就让他过了。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落掉，但是就是在那个 moment 你就要放下，就要让他走，然后你要 move on， 就是你要让整个秀做完。我懂啊，但那个是秀啊，对，但你的人生不是秀啊，一样啊。所以你的人生就是一场秀吗？它不是一场秀，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时间轴了。对啊，我的意思说，你刚刚讲说，比如说举例是说秀是一个秀嘛，我可以理解说秀如果今天落掉了，我们就让它过，因为明天还有新的秀。但我的意思是我想要问你的是说，那对你来说，你的人生你是用这个秀的方式在经营你的人生，在感受你的人生的这个内容吗？现在是这样。其实我的一些感受，我觉得那个都其实就差不多。有离婚，那很多人每天都有可能上亿人在离婚吧，分手也是可能上亿的人在分手吧。我是这样鼓励自己的，就是当你很痛的时候，那谁不痛呢？对不对？分手谁不痛？所以酸甜苦辣，我不敢说我以后都不会碰到，但是那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看你如何去面对。那比如说像现在，我只在乎我现在这个 moment 时间或者是生活过得好一点，每一天。我刚刚听到2个字，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做有用。你刚刚有讲2个字叫有用，你感觉你的人生好像有很多事情是处在一个这个有用，这个没用，这个有用，这个没用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我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有新东西，每天有新东西学习的人。其实我也喜欢学习，我学历不是很高，但是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吧，我喜欢有随时随地可以有新鲜的东西可以学习。这样，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人事物在我的身边如果没有用，那我为什么要把它留着？那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内心的恐惧，是我这辈子会不会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或者我这辈子就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想象没有没有啊？不，因为有用跟没有用，每一个人对它的定义不同。对，那你想的是什么？举个例，水电工 ，OK， 我的马达坏了，很纠结在马达这个真的上面。我告诉你，真的。回忆、追忆跟失忆，这3亿不是随便的。对，重点是马达要可以运作。我跟你讲，我请了4、5个水电工来，不同的水电工来，然后他就拿个那个螺丝起子在背嘞啊。OK， 看一下那背你就知道说这个有没有用。等一下，我跟你讲，这是什么内容啊？我突然发现胡姐啊，很像我们家小女儿。你要跟她谈心的时候，她就跟你谈理工科。真的，不是啊？有没有用嘛？因为你讲到有没有用，我要跟你讲，人家要跟你聊有没有情，你跟他聊有没有用。对我来说，有用的就有情，没用的就没有情。现在目前 at this moment 啊，我懂了。那你之前也是这样吗？之前不是，你之前是反过来吗？对，应该是有情的才有用。对，因为以前太多情了啊，不是太多，是以前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好好的收放自己的情，对的。年轻的时候是有情才有用 ，at this moment 是有用才有情。这我要情况买来，这个我要想一下啊。这比较很深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态度的转变啊，对我来说是这样。不是深不深的问题，而是说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中间到底要经历过多少情伤，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哇塞！我刚刚还在想说，我是不是有幸可以听到现场？对，到底是多少呢？对呀，你经历过多少才可以讲出这句话？其实真正最好奇的是，到底这个很难讲呢。
真的很难讲了。就只能我所以其实平常我也很少讲，所以就来听我唱啊。对，真的就用唱的哦。就是我这几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看到2009年那一年大概是我最失意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没那么简单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没那么简单，太可怕了，好恐怖，太可怕了。因为2009年也是我很失落的时候，那一年我大概忧郁症瘦到45，因为那你现在是多少？现在很多了。哦，我现在不要问，多很多，不要问，不要问，我跟你说你会怕。所以你看，我就不提过去了，我就说那你现在是多少？当年大概当年他的那个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手臂啊，我用手这样抠起来，不要吵，可以。今天他那时候你起码没记过你这边他那时候但是当起码替你生两个嘛，对不对？当年他大概39吧，39公斤哦，没有了45了，反正很瘦很瘦，谁没有瘦过了？真的还有，所以我要讲的说，我今天在看那个2009年的时候，我突然吓到因为现在2025对不对？我一直觉得2009离我没那么远，尤其这首歌离我没有这么远。我现在回想起来，突然发现说，干，他真的离我有一点远了是 realization， 恍然大悟这样子。天哪，对啊，哇！而且我还一直觉得没那么简单，这首歌还很新的那种感觉。这是个赞美吗？谢谢。是，他是个赞美的，他是个赞美。他大概再过100年，他都100年，他还是对你不在了，他还是一个经典的歌曲，就是他真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课要做了，确实真的，因为2009是你不好的开始，那时候对正处在一个低潮嘛。对啊，但是2009刚好是我碰到前男友，然后我的事业起飞的时候，可能是这人生到现在应该是最好的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我2008会就因为讲评然后变成灭绝师太，我以为我是应该是唱歌红啊，怎么会是因为讲话红呢？好，那话又说回来，那是08年、07年的时候当评审嘛。对。现在你再叫我去当评审，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呢？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就不一定了。对啊，我等一下唱一下，你讲评一下。真的不用，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专业。那等一下会把你电到一个不要的。对，因为不要这样，现在已经不靠这个奖评吃饭了。对，我刘海还好。现在的黄小琥还会用以前的那个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用一个很单纯的、友情的、无所保留的、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是什么状态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还是保有那个单纯啊，我觉得很多事情越单纯越好。我不喜欢太复杂。我现在比较会爱自己。OK， 而且我也确定了，只有我自己可以爱我自己。这是你这7年的领会。是的，只有我可以爱我自己，所以我就要好好爱自己。因为将来我这一身臭皮囊也是只有我可以照顾他了啊！不管我今年活了就是要活到几岁，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我必须要对那负责。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太自私了？还是不会，因为我觉得爱自己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这是你人生的领悟，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前半辈子过了什么样的生活。Colorful， 你相信了什么事情？譬如说要照顾家人，要照顾谁，照顾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都 OK。但我觉得到现在，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想象你自己的人生，想象你想要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样貌，对我来讲，这是很真实的，因为那不是听某一本书写的，那不是听人家讲的，那是你真正活出来的样子。对我来讲，那个是最好的东西，因为那就是你。对啊，那就是你存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意思。是。那对你来说，你觉得黄小琥存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觉得你最在意的东西是？好好过每一天吧。我既然都来了。
我既然都来，是不是？也花很久呢，也花了很久的时间才 realize 啊，既然都来了，那就好好过这一生。那我刚好就是个歌手，OK 好，那就好好把每一首歌都唱好啊，do my best。这个用台语讲的，哦，既然都来啊，啊来拢来啊，来拢来啊，啊，拢来啊，啊好啊唱啊，哎呀，对啊，哎呀，我真的开心。哎啊，你拢来啊，对吧？你就好啊听嘿，我给你创啥你就创啥。哦，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诶，他大概就可以解释说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既然都来了，啊，不然就好好该做什么做什么，对，该干嘛干嘛。该干嘛干嘛对呀，啊，我觉得我比较是用自己的经验去体验或是体悟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比较不是说透过一本书或是透过什么，对，你是实打实的，因为我做不爱看册，愈看愈册。好了，别人如果问他说啊，你唱我哪唱我真高呢？就唱啊，不吧咧。我喜欢啊，我想到比较在讲，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对，这中间所以变成那个是我自己练习的过程。对啊，对对，这20年、20-30年来在 pop 的经历，或者说每一次的演唱，或者是世界走透，到处去巡演也好，就是只要有拿到麦克风上台的经验，那就是我练习的机会。对啊，都唱那么久啊，所以我自己有自己对歌曲诠释的方式。我记得我看到他上那个《康熙来了》，很早以前的《康熙来了》那一集，还有跟彭佳慧还是，然后那时候小孩子要唱那个不只是朋友，他说你到底怎么唱？你到底怎么唱？你为什么可以唱出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你就这首歌你要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故事，你要怎么去？你真的有做功课嘞？你现在讲这些，真的有做功课啊，我真的都忘了。然后因为前面彭佳慧有唱，然后小孩子有唱，一直到他唱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我靠，真的是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好扯。他真的是有一种，有时候在听你的歌的时候，很像诉说；有时候听你的歌的时候，像你在讲故事。有时候听你的歌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种呢喃，很多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触。那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像噪音之类的？噪音是还好，不会，现在还没听到不会。OK， 我们有机会，请你在我们节目唱个2句。多少次？这个是别人的歌。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个题外话啊？因为我的声音很低嘛，所以我以前你以为就像我吗？对，我跟你讲，还真的像不是我吗？不是，我以前打电话去啊，10通电话去定位嘛，10通电话有大概9通半会说洪先生，因为我姓洪，洪先生，那我们这样，然后我有一次就受不了，我就说干，我的声音有多低？我再低也没有黄小琥低。他常讲这句话。等等，多低？有没有？今天比我低的人来了。是，讲电话啦，然后呢，其实这样你比喻我这样也不完全是对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像潘越云，潘姐她声音很低，只是她讲话的声音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痛有点一样，就是私底下的个性。有吗？有啊，阿莎莉嘛，对吧？讲话了。我声音没有你那么低吧？没，我现在是低吗？我现在是装低，不是就装进去啦。因为讲电话会更低讲电话更低，因为你很比较近嘛。对，要比较近这样子，你就不用喊的。我现在还是那共鸣还是会用到丹田哦。现在讲话，可是你声音虽然很低，可是你高也可以唱得蛮高的。小时候还是有那个对合唱团。你平常都喝什么？我平常喝水啊。有没有加一些什么？没有。据说你的保温壶是一个秘密。是保温壶里面的东西都是里面有加一些奇奇怪怪彭大海吗？还是什么？没有，就气泡水没。你因为保有那个气，所以那个气就要关起来。保温壶里面放气泡水？对啊。这样被抓出来吗？没啊，这样给？为什么我的都抓出来？你的手无按，怎么拿出？
还要问吗超烦，我明明手超紧的啊！我们干嘛要投？Double check。我忽然发现我们不可以认真跟他讲话，我们要很离谱的跟他讲话，他反应太快了。我跟你讲，我刚刚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啊，他脑袋跑很真的，因为我后来跳跃性的，对我后来发现我是跳跃性的，我很慢的在用我的方式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忽然我觉得太慢了。对他忽然觉得他脑袋已经飞到哪里去。对，我想对，我们以下现在开始讲干话，开始讲干话哦，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会比较习惯。你60年来觉得最尴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快问快答。尴尬哦。嗯，我没给啊，人讲快问快答，你我真的没给啊你。这辈子最在意的人是谁？这辈子最在意的，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我自己啊。你曾经最在意的人是谁？哦，那数不完了。我爸、我妈，对，都不在。你最讨厌的人是谁？现在吗？对，都是钱什么的。这可以，这个，这是钱哦，钱的哦，主要是钱。对对。你对钱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有准备，但是突然间忘记了。突然间会顿掉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对钱那些糟糕的王八蛋们，你想要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等你回来找我。哇塞，帅哦，好帅哦！喂，你的那个麦克风都已经等一下，笑死我！干，这句话超有底气的，这叫底气吗？干，呀！谁可以说出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棒，帅是吗？真的帅死了！我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信念在活的。我都觉得你离开我是因为你不懂事，不关我的事，因为你还没有理解到我的好，都是你的损失，所以都是对，都是你的损失的。我可以理解你的解释，但是我的解释，我的理由是我对自己有自信。2025年的黄小琥想要跟活了这一辈子的黄小琥说一句话，你觉得那会是什么？我好棒，我好棒，好棒棒！我要把我的棒跟我的歌迷分享，棒棒哦。你们会不会？你们两个是会同时，不是同时啊，说错了。你们会会问来宾同样一个问题，就好像你刚刚一直问我说我的遗憾是什么，我就觉得靠什么遗憾呢？他的每天过啊，对，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问类似的。对，看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哪方面的触动？对对。但有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语言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问的方式不对的时候，他就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对，有时候是这样。如果没有对到你的频率，对到你的频率没有 get 到，没有 get 到，对，因为那个可能没有 get 到我。有人没 get 到。我现在忽然 get 到了。对啊，你就跳跃式的啊。我前面太有礼貌了，我觉得我他妈前面1个小时太有礼貌会冲啊！跟黄小琥讲话就是不能有礼貌，是嘞，就是应该跟他靠你要腰。尊重哦，没有，我是太后，我前面太后，我前面我高，我前面太后，我胸部太后，我的仔，我前面把你一直当胡姐，然后就忽然发现不太对劲。其实我跟你说，他不是胡姐，他不是他是虎爷，他是他不能用这种他不能用这种客气的方式跟他聊，他会觉得很无聊。我20年前就有电视台的人。对，一样是忘记了是摄影师还是什么现场的这样的，然后他就直接叫我虎爷这样，我那时候还内心还想着非常的生气，你知道为什么生气？因为那时候还年轻貌美，我也觉得我身材很好这样子，嘿，那个什么 nipple 右手卡成底个扣，对，那我为什么叫我虎爷？对，然后本来一出道就是，对啊，一出道就是会已经被认为就是不是很美丽的那一种，对，然后又被叫虎爷，基本上上面剪脸。我跟你说，我做功课的时候啊，
我居然找到一个影片啊，超珍贵的第2届金曲奖，就是你得奖的那个喂，那个别提了，等一下，第二句，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胡姐得奖啊，最佳女歌手。然后嘞，然后没有啦，新人呐，最佳新人奖，对啊，然后发生什么？然后那最佳新人奖，因为他一字排开最佳新人，也跟我一熊捞，嘿，我想到得最佳新人奖，几岁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快30，28、29、28，对对对，因为你26岁才签唱片公司，你19岁就出来唱，对，然后26岁才签唱片公司，对，没错。所以你28岁得新人奖是合理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年是我几岁，但是是你是1990年出不只是朋友，对，所以是1990年得奖，对，记得就清楚的哦，真像我做功课，有，我们也很认真。所以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你写 email 来，对，因为我有看过你的影片，然后之前的那个康永哥嘛，对，康永哥，对，你开门见山就劈下去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回绝我？然后我听到这个，我想说，哎，对啊，那这个节目要去上吗？我不想喝，我也不要喝，那这样可以上吗？然后康永哥就说，因为我不会喝酒，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也可以，人家说那我该怎么回这样子？然后后来才被告知说啊，其实不喝也没有关系。对，哇塞，你内心纠结这么多哦。不是因为我如果想要来，你们节目我看过，但是所以我也知道你以前有忧郁症，然后你们也是真的是在聊心里面的事，对，或者有一些想法的事情，不是一般打屁拉塞啊，就是那种，你知道？不擅长，对，没有很厉害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不会喝，所以我要怎么解释嘞？我如果没有来之前，今天没有来之前，你们还不知道呢。对，知道，对 ，OK， 我们有做功课啊。但我中华那边的时候，你就说你真的不会喝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唱歌的人说他不会喝，我都相信，因为保护喉咙，因为保护喉咙吗？没有，不是，这没关系吗？真的没有，真的吗？有的人还真的要喝了，他才开嗓，是这样，真的，他一定要喝才会开才会嗓，开嗓啊。对，我以为唱歌的人都很保护，没有，没有，这有的人两件事，他没有喝，他没办法唱。我跟你讲，下手都是下手啦，保护下，好不好？对，好吧。会唱就是会唱。我今晚按你开口会使。对啊，那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现在唱不只是朋友啊，你今晚是什么心情啊？你唱的？的爸爸还心情？最近是爸爸的心情。想做你，不只是我快笑死！爸爸吗？对啊，都已经你最近有没有看上哪一个小鲜肉还是什么之类的？有没？没有没，你没想要回春一下吗？也是要看缘分啊，也要看心情啊。对，我现在就不要勉强自己啊。那你这个演唱会里面有没有不只是朋友这个歌单？一定有啊，一定有啊！我这个都要有歌迷，都要没对，没有唱不行。对啊，对不对？挤都要挤出来。你现在唱就是麻麻的心情哦。不会啦，我一定会唱得让他很 colorful。是多 colorful 啦！啊，你来听就知啊。可以，我们当时进6月21号在台北，北流7月5号在高流啊，北流高流各一场，对，大家赶快还没买票，赶快去买票，真的满了没？我跟你说，快了，我跟你说，快了，机会难得，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赶快。你干嘛？什么意思？不是啊，就是他7年没出来唱，在台湾没出来唱，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下一次要再等7年，你受得了吗？一定要赶快买票，好吧？这个好像提醒什么，就是唱一次少一次。说真的是这样。那今天可不可以唱一下哪一首啊？随便，你要点吗？你没有哪一首？你没有点，他不会唱。对啊，我歌那么多，他就是随便点，不只是朋友啊。你跟谁不只是朋友嘛？没有啊，我帮他点这首歌啦。那哪一首嘛？
我现在想说是我的心情还是听众的心情啊？对啊，你总要给我个，那我要自私的点我自己想要听的，还是我要为了听众而点？你呢？我自己要办。对啊，等下我们上 Google 一下歌词是什么？没有，我一段啦。哎呀，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间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憎的人，最暖的伴。哇，怎样啊？全身跟我家干掉？有苏麻，苏麻，你的我跟讲声音真的是我这样才特别，但3分力而已。 3分呢？没有，我跟你讲，胡姐的现场跟你听 CD 是完全两回事。她的现场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哇塞，不是开玩笑，真的吗？真的，真的。我现在进群呢。哇塞，你豆卡拉拉，你豆卡拉拉，我听起来就很豆卡拉拉啦。我觉得我有幸成为，卡拢没在当，而且我跟他距离就这么近而已。这个演唱会现在到底满了没？快满了，几乎是满了。对我上次剩下几张票而已，剩下快一点。对，100年难得一见，练武奇才要开演唱会，真的。再来要我觉得很荣幸啊，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哎呦，怎么这样说？没有，真的不敢，因为我平常很少拉赛，今天来拉赛这样，真的。而且我觉得不随便拉赛，可以在胡姐这个人生的阶段听到你唱你过往的歌，跟过往你唱你过往的歌，其实感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不一样哦，应该会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阶段都要去买演唱会的票。你可以从那边的后照凹到那里，硬要凹回来，没办法。你真的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最有智慧的时候。对，我也觉得，经历了人生各样的东西，可能你没有办法做很多多余的华丽的诠释，但我觉得其实都在你的歌里面。对啊，有感受。我还蛮庆幸，我还有很多作品呢。而且我有一次听你讲说其实唱就对了讲那么多干嘛？对啊，其实说真的，就一个唱歌的人来讲，就是唱就对了，都在歌声。是的，讲也讲不完全，过没完全，唱得好啊！唱得好，就认真过好每一天。对，我们在你的歌声里面都会有感受到你的每一天，真的，每一个时期，对啊，每一个时期，那都是真的。我总觉得你的人生的能量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对，就是你当时候的状态。对，然后你如果当时候状态好的话，你可以分享更多的东西。对，真的是真的。那 in the end， 我真的很想要感谢胡姐，就是我感谢我自己，我也感谢你，我感谢我自己生在这个时代有黄小琥。哇，这个好黑，我中没有，我是认真的，像我人这样子，不是因为你的歌声谢谢我们成长，对，真的，这是真的，你是我们很喜欢的歌手，非常谢谢，喜欢，尊敬，感谢你今天来，谢谢，太开心，不要尊敬了哈，对，太开心是真的，再尊敬就要叫阿木，我们只是遗憾今天拉赛的不够长，谢谢。这个是。